巴菲特封神了一辈子，可你绝对想不到，有一个坑，他开开心心跳进去2次。还有一个人是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最信任的爱将，最后却在背后狠狠捅了他一刀。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聊聊巴菲特在《滚雪球》这本书完结之后的故事。上集说到，老巴重仓苹果，一笔就赚了1000多亿，封神惨了。可神话总有它的另一面，同样是这段晚年，他也实实在在的摔过跟头，而且摔得不轻。老巴其实有个特别可爱的习惯，他很爱认错。每年的致股东信里，他都会专门留出一块地方，把自己干过的蠢事儿一件件摊开来讲。我们先来看生意，有一个坑，他自己栽进去2回，就是航空股。早在1989年，老巴就买过一次全美航空的优先股，一口气砸进去3亿5千多万美元。结果呢，这家公司很快就巨亏，连该分给他的股息都停了。老巴本来想割肉走人的，结果打了对折都没人想接，这一把差点让他血本无归。好在他运气好哦，后来航空业回了暖，公司也缓过劲儿来，他总算熬到全身而退。打那以后，他就被航空伤透了心，逢人就劝退。他还给这行起了个外号，叫投资者的死亡陷阱。这2字一绝就是快30年。可谁也没想到，2016年他的瘾又犯了。从16到17年，他一口气重仓美国4大航空，美航、达美、美联航还有西南，前后砸进去约70-80亿美元，每家都吃下了约1成的股权。那他为啥又改主意了呢？因为这行的牌桌变了。以前航空公司多如牛毛，杀红了眼打价格战，谁也赚不到钱。可几十年厮杀并购下来，就只剩4个巨头了，不再没头没脑的打价格战，航班还班班坐满。老巴赌的就是这门生意终于学会了躺着赚钱。听上去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结果2020年新冠来了，全世界的飞机几乎一夜之间全趴在了地上。这一回老巴没有半分犹豫，就在那年4月1个月之内就把4大航空全部清仓，70-80亿砸进去，最后只收回约43亿，这一进一出亏掉了将近一半。那一年的股东大会是在线开的，老巴坐在一个空荡荡的球馆里，对着摄像头乖乖认错。他说，我错了，这事儿一点都不怪那4位优秀的 CEO， 是整个航空业被疫情彻底改变了。不过很好笑的是，后来航空股又涨回去了的，所以很多人都说他卖在了地板上。但其实呢，老巴割肉并不是因为股价跌了多少，而是因为他当初买航空的那个理由，也就是行业整合完就能稳稳赚钱，这个逻辑被疫情打没了。当然，老巴看走眼的生意远不止这一笔，还有2笔也值得说道。一个就是卡夫亨氏。2015年，他拉上巴西的3G资本，把卡夫和亨氏2家并到一起，攒成了北美最大的食品公司之一，就是卖番茄酱、芝士还有午餐肉那些东西。可3G 这帮人是出了名的成本杀手，他们信奉一套叫零基预算的狠招，每1分钱的开销，每1年都得从零重新论证该不该花。这种做法省钱当然立竿见影，利润蹭蹭往上走。可他们刀子下得太狠，连打广告、搞研发还有维护工厂的钱全部都砍掉了。砍了几年，窟窿终于瞒不住了。2019年，卡夫亨氏甩出一份吓死人的财报，他们公开承认，光卡夫、奥斯卡梅耶这2个老品牌就比当年买的价格缩水了83亿，算上其他的，整笔资产减值高达154亿美元，当季巨亏126亿，股息砍掉30%多。当时他们还在被美国证监会查账。消息一出，股价当天就崩了27%，而老巴正是卡夫亨氏最大的股东，这一砸，他自己账面就蒸发了几十亿。于是他又开始反思了。他说，这事儿还是我们看错了，我们买贵了。卡夫亨氏本来是门好生意，70亿的家当，一年能挣60亿，可当年他们是按1000亿的价格买下来的，好生意配上烂价钱，照样是笔烂账。那另外一笔就是 IBM。2011年，那个发誓不碰科技股的老头头一回为 IBM 破了例，砸进去约107亿，买了差不多6400万股，每股约170块钱。他赌的就是 IBM 那张黏住全世界大公司的关系网，大企业的系统一旦用上 IBM， 想换那可得伤筋动骨了。
他还特别欣赏 IBM 的疯狂回购，把自家股票当宝贝儿。可这次呢，好几个懂行的朋友都劝他别买，连最懂科技的比尔盖茨都摇头，因为他们看得很透。IBM 那点好看的利润越来越靠回购和砍成本硬撑，根本没做出让客户离不开的新东西。这时候偏偏云计算又起来了，亚马逊这些后生用更便宜的灵活服务把他的老客户一个个撬走。可老爸当时铁了心啊，固执没有停，结果还真让这帮朋友说中了。IBM 掉头太慢，营收一个季度接着一个季度往下掉，足足跌了20多个季度。扛到17、18年，老爸终于认栽，把 IBM 割肉清掉。他170多买的，140多卖的，又是亏着走的。不过他也认得挺干脆，哎呦，我又把 IBM 看走眼了。它是家又大又强的公司，可惜它的对手也是又大又强啊。你发现没？这3笔栽得各有各的姿势。航空是他赌这次不一样，被疫情打回了原形。卡夫是好公司，他给了个烂价钱。IBM 是他把护城河看走了眼儿，以为是铁打的，其实是纸糊的。所以你看，故事会变，价格会骗人，护城河会塌，连股神都会栽到这3件事儿上。咱们下回买股票前，正好拿它当3面镜子照照自己。不过亏钱还不算什么哟。要说他最扎心的一次看走眼是在一个人身上，大卫·索科尔。还记得我们讲老爸买铁路的时候，那位把中美能源一手做大的大将吗？就是他。在伯克希尔，索科尔是出了名的问题终结者，哪家公司出了乱子，老爸就把他派过去。中美能源是他做大的，连 NetJets 那摊烂账也是他3两下收拾利索的。老爸对他非常欣赏，几乎就是当众盖了章，下一个掌舵伯克希尔的十有八九就是他。可偏偏就是这位最被看好的接班人，干了件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2011年1月初，索科尔自己先是悄悄买进了一家叫路伯润的公司，差不多买了9.6万股，每股约$104。转头到了1月中旬，他就跑去跟老爸疯狂推荐说：“沃伦啊，咱们伯克希尔该把路伯润买下来。”老爸动心了。当年3月，董事会就拍板，每股$135收购路伯润。这一锤子下去，索科尔早就买好的那笔股票，凭空多出来$300来万的利润进了他兜里。说白了，他就是先用只有自己知道的消息布好局，然后再回过头来推着老爸去给他抬轿子。消息一传开，全网都炸了，这味儿怎么闻都像监守自盗啊！很快，3月底，索科尔就辞职了。可最让人意外的是老爸的第一反应，他太信任索科尔了，所以他发的头一份声明不光没有责备，还大段细数索科尔的功劳，维护他，说他那些买卖并不违法。这下舆论更炸了，好你个股神哦，平时把诚信挂在嘴边，轮到自己人的时候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这才让老爸派审计委员会进去调查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索科尔竟然真的误导了公司，也违反了规定。巴菲特这才在那年的股东大会上说了重话，他说这件事儿无法解释，也不可原谅，他太失望了，因为在他和芒格的眼里，能力可以再找，可人品上的窟窿怎么都补不上。一个最被看好的接班人就这么没了，被自己最信任的爱将摆了一道，这道伤是老爸晚年最不愿提起的一个。而索科尔这一倒，伯克希尔的接班人悬了整整好几年，直到2018年，2个名字才浮出水面，管保险的阿吉特·贾因，还有管着其他所有生意的格雷格·阿贝尔。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摔了那么多跟头，老爸也没那么神啊？他本来就不是神啊，他和咱们最大的区别就藏在他面对错误的方式里。股神也是人，不可能从来不看走眼儿，可他敢把每一笔错白纸黑字写进年报，敢割肉离场，敢当着全世界说自己不可原谅。那你想想自己的账户里有没有套了很久却舍不得割的股票？是不是不想跟别人说，或者说总找借口安慰自己，再等等，他会回来的。可投资这件事儿，承认看错，果断离场，远比死扛更难。对了，这件事儿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尾巴。那位索科尔直到今天都一口咬定我没做过任何不该做的事儿，事后还专门上电视辩论，说买股票和推荐收购是2码事儿，一个把认错刻进骨子里，一个却连一个错都不肯认。谁是真大佬，差的或许就是这口勇气了。
好了，那摔完这几跤之后，老八转身又干了件更让人看不懂的事儿。2020年8月30号是他90岁的生日，别人过收蛋糕，他却给自己包了份大礼，对外宣布他早就悄悄把日本5大商社收进了口袋。具体是哪5家呢？伊藤忠、三菱、三井、住友还有丸红，每家约5%，5家加起来砸进去约60亿美元。而且这份礼他已经偷偷筹备1年多了。早在2019年，他就开始在东京交易所一点点扫货，不声不响，直到生日这天才公开。消息一出，所有人都在问：日本股神到底看上了啥？那有2点原因：一是这5家公司简直就是日本版的伯克希尔。日本有个独特的物种叫商社，这帮巨头干的活特别杂，既当全球贸易的中间商，又亲自下场干实业。就说这5家里的老大三菱商事，你可能没听说过他，可他的生意早就渗进了你我的日常。往大了说，他在澳洲钻着天然气和铁矿，是全球能源金属生意里举足轻重的玩家。往小了说，你餐桌上的三文鱼可能就来自他海外买下的养殖场，连随处可见的便利店罗森，还有各种农药啥的，背后老板都是他。反正就是一句话，一家公司啥都干，里头装着几十上百种生意，多元又稳当，现金流好得不得了。这就是日本商社的独特之处。你品品，这不就是老八自己那套伯克希尔打法吗？他买的其实就是个自己闭着眼睛都看得懂的模式。那第2点原因就是太便宜了。这些巨头当时的股价普遍比自家净资产还低，市盈率只有个位数，可1年的分红率却高达5%左右。老八自己都说他被这种机会看懵了，说这价钱荒唐的离谱，特别是跟当时那种超级低的利率相比。可真正封神的还不是他买了啥，而是用什么钱买的。老八几乎没有自己掏腰包，而是直接跑到日本去发债，借回来的钱年利息只有0.5%左右，几乎等于白拿。然后他就拿这些钱去买5大商社。你算算啊，借钱成本0.5%，收来的分红有5%，光利息差就有4.5%是白来的，还没算股价本身涨的呢。更绝的是，他借的是日元，买的也是日元资产。将来日元涨也好，跌也好，两头自动抵消，他几乎一点汇率风险都不担。说白了，就是用日本人几乎不要钱的钱买下日本最好的公司，赚日本人的分红，风险还几乎为0，那香惨了。而且这事儿他后来越玩越大，前后在日本发了约1.3万亿日元的债，成了日本债市最大的外国借款人之一。这等好事把芒格都开心到不行，他逢人就夸这是闭着眼睛都该做的好买卖。他说，这就像上帝给了你一个箱子，然后哗哗往里面倒钱，这么轻松的钱一辈子都碰不上几回。这下尝到甜头的老八再也停不下来了。2023年，他甚至亲自飞了趟东京，挨家挨户拜会5大商社的掌门，当面夸他们：我很看好你们哦，我们要长期走下去哦，这些股票我们打算拿上10年、20年，还请求人家同意把持股上限往上松一松。接着他就是一路加仓，后来5家基本都加到了快10%。而事实证明他又做对了。到了2024年底，他前后投进去约138亿美元，市值已经涨到约235亿，光浮盈就近100亿，成了他晚年最成功的一笔海外投资，没有之一。那我们回头看他搞的这些投资，秘诀真的一点都不玄乎，每次都差不多，就是当全世界都嫌日本没希望，嫌这几家老商社又老又没故事的时候，巴菲特弯下腰，又把这天大的便宜捡走了。这恰恰是他身体力行最想告诉咱们普通人的。最好的机会往往不在最热闹、最性感的赛道上，而是藏在所有人都懒得多看一眼的角落里。便宜、好生意拿得住，这套最土的办法永远都不过时。可惜时间对谁都不留情。2023年底，芒格走了，还差1个多月他就满100岁。这场日本豪赌成了芒格生前最后几桩说起来眼睛还会发亮的得意事儿，也是这对60年的老搭档一起画上最漂亮的一个句点。而就在老伙计走后1年多，2025年的那场股东大会上，94岁的巴菲特对着台下4万名从全世界赶来的股东说出了一句话：我认为格雷格在年底接手担任公司 CEO 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就是我的建议。全场先是一片死寂，紧接着起立鼓掌，经久不息。
这位执掌伯克希尔整整60年的老人终于要谢幕了。那下一集咱们就来好好聊聊沃伦·巴菲特的这一辈子。